欢迎打开我的任意门，今天要带大家来到欧洲最有人文历史魅力，同时也是啤酒、美食与童话城堡国度的地方——德国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计划到德国自由行，这支影片会超级适合你。从首都柏林出发，一路往南，沿着罗曼蒂克大道，穿越童话小镇，最后抵达南部文化重镇慕尼黑，一共12天，不赶不累，每天都有惊喜。那就马上出发咯。抵达德国的第一站，我们从首都柏林开始，这也是欧洲最富多元文化的城市之一。它在二战后几乎被夷为平地，又在冷战时被封为东西柏林。这座城市几乎就是近代德国的历史缩影，这里比想象中现代感强很多，街头涂鸦、文青咖啡馆到处都是。布兰登堡门是一座18世纪新古典主义风格纪念碑，是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于1788年至1791年间建造。在冷战时期，布兰登堡门刚好位于东西柏林的分界线旁，成为德国分裂与统一的象征。当围墙倒下的那一天，大批柏林人涌上此地庆祝自由。国会大厦最著名的是它在1999年改建时，由建筑师诺曼·福斯特设计的玻璃圆顶，象征民主透明化，可以预约上圆顶参观，从上面俯瞰整个柏林市区。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位于柏林市中心，紧邻国会大厦与布兰登堡门，占地达19000平方公尺，用以悼念在纳粹大屠杀中遭到杀害的欧洲犹太人。纪念碑由2711块高矮不一、整齐排列的灰色混凝土方柱组成，游客可以自由走入其中，方柱的高度会逐渐增高，形成一种迷宫般的压迫感。在柏林市中心的施普雷河上，有一座被艺术拥抱的小岛，这里集中了5座超过100年历史的博物馆，收藏了从古埃及、古巴比伦到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珍宝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走进博物馆，你会惊叹人类文明的壮丽，也更能感受世界的辽阔。而博物馆岛上最夺目的建筑就是柏林大教堂，高达98公尺的绿铜圆顶，在蓝天下格外庄严，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德意志帝国的辉煌历史。走进教堂，你会看到精细雕琢的大理石祭坛与金碧辉煌的马赛克壁画，而当你拾级而上，站在圆顶平台往外看，柏林的城市风光就这样一览无遗。这里不只是信仰的殿堂，更是一扇眺望历史与未来的窗。接下来就是许多人最向往的行程——罗曼蒂克大道。这是一条大约350公里的观光路线，沿途串起了许多童话小镇。首先，我们来到维尔茨堡，它以盛产白酒与巴洛克建筑闻名，也是罗曼蒂克大道的起点。而其中，维尔茨堡宫殿是由巴洛克大师巴尔塔萨内曼设计。内部的阶梯厅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体式天花壁画，画的是4大洲的寓意图像，是德国巴洛克最杰出的宫殿之一。罗滕堡是德国所有城市中保存中古世纪古城风貌最完整的地区，也是最富有浪漫情调的城市，被誉为中古世纪之宝。首先必访的是普连莱小广场，童话般的街景堪称罗滕堡，甚至是德国的招牌景色，也是明信片上的常客。旧城区的中心是市集广场，除了可爱粉嫩的建筑，还有保留融合歌德文艺复兴样式的市政厅。
而旁边的市议员酒馆山墙上还有一个自动钟，是必访的罗腾堡景点，展示了世界名场景，胜负异影。这个故事要追溯到17世纪时，当时欧洲正在经历30年战争，新旧教之间的纠纷在各国引起轩然大波，多个地方饱受战火摧残，罗腾堡亦无幸免。传说中，天主教军队在摧毁罗腾堡前，其将军提出，如果城中有人可以一口气喝下3.25公升的酒，罗腾堡就可以幸免于难。而罗腾堡的退休市长纳什挺身而出，一饮而尽，拯救了整座城市与市民，而他事后则大睡了3天3夜呢。游客们可以从市集广场开始环城漫步，走到城堡花园、圣雅各教堂等等。出了城门，还可以在陶博河畔野餐，非常的写意。也别忘了品尝当地美食罗腾堡雪球，这是当地的特色甜点，形状有如小雪球，由酥脆的面团制成，撒上糖粉或裹上巧克力。还有德国烤猪膝，配上酸菜和薯泥。堡的圣诞市集每年冬天举行，以及传统的装饰、热红酒，还有当地手工艺品，吸引了超多的游客。最后，我们来到超级梦幻的终点站新天鹅堡。新天鹅堡由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2世建于19世纪晚期，他痴迷于中古世纪传说与歌剧，想打造属于自己的童话国度。迪士尼乐园的睡美人城堡就是以它为灵感。最有名的拍照角度是从玛丽安桥往城堡望去，城堡背后还衬着群山，像浮在空中一样。虽然路德维希2世只住了172天就去世，但留下这座让世界向往的梦幻城堡。慕尼黑被称为德国最富裕的城市，它结合了高雅的宫廷文化与热情奔放的啤酒文化。首先要来到玛丽恩广场，这是慕尼黑的心脏地带，这里自中世纪以来就是市集和庆典的举办地。广场上最吸引目光的就是新市政厅，它那哥德式的外观非常壮观。还有世界知名的报时钟，每天11点、中午12点，还有夏季的下午5点，都会有木偶剧表演，演出中世纪婚礼和骑士比武，非常值得一看。宁芬堡宫是巴伐利亚王室的夏宫，内有精美的洛可可装潢，外面还有超大片的花园与水池。此外，不能错过的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啤酒屋——慕尼黑皇家啤酒屋。自1589年起，这里为巴伐利亚王室酿造专属啤酒，历经数百年，成为市民与游客共享美食佳肴的地方。每天这里都有传统的乐队现场演奏，长桌间响起欢笑与碰杯声，传递着纯正的巴伐利亚文化。这里不仅供应经典的德式美食与1公升的啤酒，更见证了历史的转折与时代的变迁。如果还有时间与精力，不妨安排国王湖一日游。这里被誉为德国最美的湖泊，以湖水纯净见称，几乎如同镜面，映照着四周巍峨的雪山与松林。搭乘电动游船缓缓驶过湖面，途中可以听见船员吹响小号，回声在峭壁间悠扬回荡，成为国王湖最独特的乐章。湖畔的红顶小教堂是这片山水间最动人的点缀。
来到这里不只是欣赏风景，更是一次与自然深度对话的旅程。今天就是打包回家的日子啦，从慕尼黑机场飞回台湾，结束这趟丰富又顺路的德国旅行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行程规划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更多欧洲自由行攻略也会陆续推出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